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人在历史上非常硬核，他既是古代著名的化学家、医学家，也是道教炼丹术的集大成者，他就是近代的葛洪，外号抱朴子。你可能会想，一个炼丹的人是不是整天神神叨叨的？其实不然，葛洪不仅是个实践派，还是个极具批判思维的生命博主。他在《抱朴子内篇》里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勤求》。勤求这两个字听起来很普通，但在葛洪的语境里，它关乎命，关乎长生，关乎你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葛洪在这篇文章里不仅教你怎么找老师，怎么修行，还把那些想白嫖长生秘籍的人，那些装模作样的骗子大师，还有那些自以为看透生死的虚无主义者，通通骂了一遍。今天我们把这篇千古奇文拆开，讲给现代的你听。如果你对生命感到焦虑，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用，或者你只是单纯想看看17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追求生命的终极自由的，那这篇文章你绝对不能错过。这里是盗物阅览，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我们一起深度拆解古为今用的智慧。宇宙的最高道德，为什么你必须爱命？葛洪开篇抛出了一个宏大的哲学命题：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直白，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最伟大的美德，就是让生命诞生，让万物生长。你看，春天到了，草会绿，石头缝里的小花拼了命也要钻出来。这种本能不是贪婪，而是天地赋予万物的天性。葛洪认为，既然天地都这么看重生命，那么作为人追求长生不老，就不是什么逆天改命，而是顺应天地的最高意志。在道家的价值观里，长生之方是至高无上的秘宝，没有之一。但是这么好的东西能随便交给你吗？葛洪说了，这叫致密而重。在古代，传授长生秘诀是要搞血盟的，弟子要歃血为盟，发毒誓不能乱传给不合适的人，否则师徒都会遭到天罚。这听起来有点神秘主义，但你往深了想，这其实是在保护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如果这种能够改变生命质量的技术落入心术不正的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葛洪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筛选标准：老师不是不教，而是要找那个求知至勤的人，并且在勤快的人里还要挑选至精者。如果你本人对长生这种事儿不感兴趣，不主动追求，或者求得半信半疑，求之不笃，老师怎么可能自降身价，主动上门推销，安可炫其孤呢？认知的牢笼，为什么你即便见了神仙也不信？葛洪展示了他惊人的心理洞察力。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他的生命上限。一、自动过滤的真相。葛洪观察到，有一种人是命里不该成仙的，受命不应仙者。这种人最大的特点不是运气不好，而是脑子里装了一个认知过滤器。他说，即便仙人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走，这些人也绝不相信这是修行出来的。他们会说，那些人估计是特殊的变种人、异种人，或者说这只是大自然偶然产生的奇迹，甚至会说这就是鬼魅变的幻术。总之，他们就是不相信这是通过后天的修为得来的。因为一旦承认了努力可以换取长生，就意味着他们现在的平庸和死亡都是因为自己的懒惰造成的，这会让他们心理防线崩溃。二、给赤松子和王乔的叹息。赤松子和王乔是古代传说中的神仙。葛洪感叹说，如果你心里不信，即便让赤松、王乔亲自在你耳朵边大喊大叫，亲自指导你，你也会觉得那是妖言惑众、妖讹。这就像是我们现在说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这种认知的固执是求道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残酷的时间算法，36000天的倒计时。如果你觉得长生离你太远，那你一定要听听葛洪算的一笔账。葛洪在这里化身成为一位冷酷的时间管理大师，帮我们拆解了生命到底剩多少。100岁人生的缩水真相。大家都想活100岁，
听起来很长，对吧？36000多天。但葛洪说，请你仔细刨除一下，童年期幼小无知的时候，那几十年不算真正的觉醒。衰老期，等到老了，身体各处都在罢工，欢乐已经跟你没关系了，那是煎熬。损耗期，除去睡觉、生病、忧虑，遇到各种险境的时间，最后算下来，即便你真的活了100岁，真正清醒、平安、快乐的日子，在人的一生中，甚至不到一半，大概也就50-60年。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精华时间不过6-7千天，故面已尽矣。屠在场上的牛羊，葛洪用了一个非常搭心，甚至有点丑陋的比喻：人在世间生活，日子一天天丢掉，就像被牵往屠宰场的牛羊，每往前走一步，离死亡就更近一步。这个比喻虽然残酷，但却是最深刻的现实。葛洪问我们：既然每一秒都在奔向坟墓，你为什么还能如此淡定地浪费时间在琐碎的事情上？那些所谓的达人说自己乐天知命，不愁死，其实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掌握免除死亡的技术，只能自欺欺人，强颜欢笑。硬刚庄子，别用起死生给懒惰找借口。在这一部分，葛洪展现了他批判的一面，他直接挑战了当时最流行的文化偶像庄子，戳穿伪哲学的假面。当时很多人迷恋庄子说的大梦一场，认为生就是死，死就是生，起死生。葛洪冷笑一声，说这是诡道强达，这就是用诡辩来强行装阔达。他说，你看那些整天高谈阔论说死生没区别的人，一旦生了病，跑得比谁都快，赶紧去找医生针灸，一旦遇到危险，吓得魂飞魄散。这说明在内心深处，他们比谁都怕死。如果死生真的一样，那你治什么病，躲什么灾？这种人就是为了显得自己高深，故意说反话。老子与庄子的本质区别。葛洪特别指出了庄子的局限性。他说，庄子只是追求在泥潭里摇尾巴，不被抓去做祭祀的牛，饿了还得找人借米。这说明庄子根本没有摆脱生理需求，也没有真正掌握长生之法。而老子呢？老子是以长生久视为奋斗目标的实干家。后世的人不考证虚实，光凭庄子的1、2句漂亮话就信以为真，那是真的误入歧途了。揭秘古代杀猪盘如何分辨假大师。求道之路上，除了认知的坑，还有人为的坑。葛洪生活在一个伪道士横行的时代，他的防骗指南到今天依然适用。假大师的画像。这些骗子道士奸伪图钱之字有2个核心目的：骗钱和快情欲。他们的套路通常是名不副实，懂一点皮毛，粗开头角，就开始吹嘘自己能搞定各种神药秘方。技术断头，他们会恐吓学生说高深的法术，比如炼制5云、8石、9丹，只有古代神仙才知道，现代人谁说知道都是骗人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学生永远锁在他们的低级知识水平里。空耕实田的悲剧。葛洪看到很多人为了追随这些假大师，抛弃了父母、妻子，捐妻子而不恤，在冰天雪地里跟着跑了好几年，结果老师肚子里空空如也，识字空磬短乏。这种行为就像是耕种石头地，你力气用尽了，最后也不会有1粒粮食收获。还有的人是恃楚而道焉，想去南方，马车却往北跑，马越好，离目标越远。尊师的商业逻辑。为什么皇帝也要拜老师？葛洪在文中花了大量篇幅讲为什么要尊敬老师。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礼貌，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学习逻辑。皇室的谦卑。葛洪举了3个例子：汉太后与夏侯胜。太后跟夏侯胜学上书，赐黄金100斤，老师死了还赐给家里200万钱。汉成帝与张宇，皇帝亲自到老师床前拜见。汉明帝与桓荣，皇帝在巷口就下车，抱着书小跑去见老师，行弟子的礼仪。葛洪的意思是，这些老师教的只是死人的余言，古代典籍都能得到皇帝的如此之尊重，我们要学的可是不死之法，是逃离死亡的最高秘籍，你怎么能不低头？
2. 新的测试，为什么老师不肯轻易教你？因为如果你表现得不谦卑，说明你的心不进，心不进，老师教你的时候就不会尽力，老师不尽力，你就只能得到一些肤浅的东西，肤浅视之，根本成不了大事。老师会故意等很久，考察很久，看你在漫长的时间里会不会懈怠。只有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人，才能在千百岁中获得那一点点真正的核心机密。技术流的坚持，长生的真相是大药。葛洪在这里展现了他作为炼丹家的硬核一面。他明确指出，长生的关键在于大药，而不是祈祷。1. 批判迷信派。葛洪对秦皇汉武那种大规模祭祀的行为非常不屑。他说他们花了亿万钱财杀牛宰羊去求神灵保佑，一点用都没有。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去好好调理，体质不养，德之不备，光靠几瓶好酒和几斤肉3声9摇就想让鬼神给你续令，这不是糊涂是什么？2. 秘密藏在袖口里。葛洪透露了一个真理，真正有用的东西不在那些大部头的流行读物里，那些至真的诀窍可能就口传1、2句话，或者写在几寸宽的小丝绸上，藏在老师的领子或袖口里，在领带之中。如果你想靠自己看书读几千卷不要之书就想长生，那到死都不会有结果。葛洪问：面子真的比命贵吗？葛洪像是一位操碎了心的长辈，对那些犹豫不决、死要面子的人发出了最后的灵魂质问。1. 生命的博弈。葛洪说，如果你犯了死罪，有人能救你，你一定愿意不顾羞耻地去求他，对吧？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死亡这个终极死罪，长生之法就是那条生路。可有些人为了保住那一点点虚名的尊严，勿惜请受之名，不肯向比自己强的人、圣极者低头请教。葛洪评价这种行为是惜一日之哭而甘亡极之痛，为了省下那一天的面子，甘愿承受永恒的死亡痛苦，这到底是谁不聪明？2. 种庄稼的自信。葛洪最后给所有求道者打了一剂强心针。他说：先知可学智，如黍己之可播种德。修仙长生这件事情是真实、客观、可以达成的，就像农民种地一样，种下种子，好好耕耘就能收获粮食。但重点是，没有不耕种就能收获的粮食，也没有不勤奋就能得来的长生。仪式感背后的硬逻辑，血盟与知识垄断。在秦求篇里，葛洪提到一个细节，说长生之方必须血盟乃传。这在现代人看来可能觉得很迷信，但在当时，这其实是一种极其严肃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为什么一定要歃血为盟？在魏晋时期，没有专利法，没有 NDA 保密协议。葛洪说，传非其人，戒在天罚。这意味着，如果你把这种改变生命本质的顶级技术传给了一个人品极差、自私贪婪的人，老师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血盟的本质是通过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建立一种超越血缘的契约关系。他是在告诉弟子，这份知识不是白得的，它比你的生命还重。老师的心里，葛洪说，先师不敢以轻行授人。这里的不敢非常有意思，它不是小气，而是对天道有一份敬畏心。这就像我们现在说不能把核武器的启动代码随便交给一个小混混一样。2. 制秦与制经的漏斗模型。葛洪提出了一个筛选模型。第一层过滤，用勤看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还是只是一时兴起。第二层过滤，用精，在勤快的人里，还要看谁的智力、耐力和品行最能扛得住长期的修行。这就是为什么葛洪特别反感那些不好不求的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求知欲和诚意都没有，那他根本没资格进入这个圈子。长生之道不是地摊货，它是需要用一生去交换的至宝。职场与修行，从汉代皇帝的拜师礼看尊师重道。为了说明尊师的重要性，葛洪一口气列举了3个汉代皇帝的例子。这3段故事非常精彩。1. 太后的100万奖学金。
汉太后跟随夏侯胜学习尚书，不仅生前给了100斤黄金，老师死后还给其家人200万钱，甚至亲自为老师服丧100天。解读：太后代表的是当时的最高统治层，她对待老师的态度不仅是金钱的赏赐，更有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感。2. 汉成帝的病榻之乐。汉成帝还是太子时就跟张禹学《论语》，即位后对张禹那是极其优待，生病了都要亲自下跪在病床前问候。解读：请注意这个细节，亲拜于床下。皇帝是什么身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能对一个教书匠行此礼，说明在古代知识和道义的地位有时是高于世俗皇权的。3. 汉明帝的小跑见师。汉明帝更夸张，去拜访老师桓荣时，在巷口就下车，抱着书小跑驱着进去，完全就是一副小学生的姿态。解读：葛洪用这些故事是想告诉那些自命不凡的求道者，皇帝为了几句死人之余言，古代典籍都能卑躬屈膝，你为了求长生不死这种逆天神迹，怎么能不谦卑呢？大型反诈现场，魏晋时期的伟大师徒见。葛洪在秦囚里吐槽骗子的段落，简直就是一篇古代版的大 V 防坑指南。第1点，骗子的3种基本素养。葛洪总结了骗子道士的几种套路。第1招，虚张声势，他们懂一点点皮毛，就开始包装自己，可能只是会点呼吸法，就敢说自己能炼金丹。第2招，故作神秘，当你问真本事时，他眼神躲闪，一会儿笑而不语，一会儿说以后再教你，其实是在吊胃口，看你还能掏多少钱。第3招，负罪感操控，自谓视之未勤，礼避之上轻，当你修不出效果时，他会反过来说是你心不诚，给的供养不够，这不就是典型的 PUA 吗？第2点，惨痛的代价，抛妻弃子却一场空。葛洪看到很多人为了这些假老师捐妻子而不续，带丧倒饼连年随之。现实的讽刺，这些人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时间、亲情、财富，最后发现老师自己也是个什么都不会的空壳子，十字空罄短法。葛洪的愤怒，他之所以言发则止切，笔下则词痛，是因为他真的心疼这些有志青年被那些为了势力和情欲而行骗的混蛋给耽误了。技术流的较量，为什么求神拜佛不能续命？葛洪展示了他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的一面，他把求仙这件事从神学里剥离出来，变成了科学和逻辑。1. 秦汉皇帝的失败复盘。葛洪直接点名秦始皇和汉武帝，他们搞了多少大规模祭祀、祠教，杀了多少牛羊，3生9爻，结果呢？该死还得死。核心逻辑，葛洪认为长生是生物意义上的转变，靠外在的巴结鬼神是不管用的。这就像你想让电脑运行得更快，应该去升级硬件大药，而不是在电脑前烧香祈求它不卡顿。2. 大药的决定性地位。他说，长生志在大药而也，非辞教之所得也。什么是大药？在抱朴子里，这指的是经过复杂化学反应制成的金丹，或者是极度凝练的内修功法。技术门槛，这种技术不是随便看看书就能会的。葛洪嘲笑那些昼夜诵讲不要之书的人，你看1000卷无关痛痒的经书，也不如掌握一个真正的化学反应配方有用。心理防御机制，起死生的皇帝新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谈论生死无差别？1. 葛洪的打脸测试。葛洪非常毒舌，他说那些吹嘘庄子的大梦之喻的人，平时夸夸其谈，一旦真的生了病，那个针灸扎得比谁都勤快；一旦面临危险，那个怂样比谁都怕死。结论，这说明起死生只是他们的一种心理补偿，因为他们得不到长生，所以只能在言语上表现得豁达，来掩饰内心的无力和恐惧，这叫诡道强达。2. 关于庄子的真相调查。
葛洪考证说，庄子其实也是很想活下去的，他为了不被杀，宁愿在泥地里摇尾巴，他饿了还得去找人要米吃。可见庄子也是受制于肉身的凡人。那些后世的文人雅士拿庄子的一句话来否定整个修行的意义，在葛洪看来，这不仅是懒，更是蠢。生命成本核算，你还能挥霍多久？这是全篇最震撼的部分。一、被透支的人生。葛洪让我们把100年的时间切开看，无效时间，睡觉、吃饭、生病、忧虑，由于时代局限而丧失的时间，魏晋战乱、险隘，生活环境差。算完后你会发现，人类在地球上真正称得上清醒且快乐的时间，可能只有短短的几千天，6、7千日。二、谁在笑夏虫着菌？我们平时嘲笑蝉活不过夏天，嘲笑蘑菇见不到太阳。葛洪冷冷地问，在永恒的时间长河里，你那几千天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吗？这种危机感是葛洪逼迫读者去思考，既然生命这么脆这么短，你还有时间去纠结那些琐碎的名利和面子吗？自我修正论像日月食一样改过。葛洪在最后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一、承认错误并不丢人。葛洪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日月之食。日食和月食虽然让太阳、月亮短暂失去了光芒，但它们很快就会复原。如果你以前信了假大师，或者以前荒废了光阴，没关系，只要现在开始寻找真道，收之桑榆还不算晚。二、食田和家和的终极隐喻。他最后强调，长生是可以学成的，就像种地能收获粮食一样。先知可学智，如黍己之可播种德。关键点，别在石头地里耕种，空耕实田。行动力，没有不干活就能得到的收成，也没有不勤奋就能得来的长生。葛洪留给后世的背影。葛洪的一生其实都在和一种叫绝望的情绪做斗争。他看到了世人的迷茫，骗子的猖獗，时间的残酷，但他依然选择相信，人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去超越生存的局限的。他的勤求篇不是一篇枯燥的宗教说教，而是一首写给生命的战歌。他告诉我们要有诚意，勤，要有眼光，择师，要有行动，笃行，更要有自尊，不屈于死。在170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许不再执着于炼丹，但葛洪这种对生命的极致热爱，对真相的死磕精神，难道不值得每一个正在忙碌奔波，甚至迷失自我的现代人深思吗？正如他所说，如果你听懂了，那这篇文章就是治愈你生命焦虑的一味仙药。感谢您的聆听。如果您喜欢这种深度拆解古为今用的内容，请务必长按点赞，这对我非常重要。感谢您的支持。